佢呢個當時就放喺英雄廣場，依家嗰個紀念碑前邊。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微图旅游攻略。今天要带大家去打卡布达佩斯另一个地标性的景点——英雄广场。这个视频不仅包含英雄广场的介绍，还包括周围其他景点，另外还附带有周边相关配套设施、公共交通、停车场信息等等。所以如果你打算前往游览的话，记得看完这个视频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你考虑订阅我的频道，所有的攻略我来帮你做，你只需要轻松旅游。首先我们还是来简单了解一下英雄广场的地理位置。英雄广场所处的位置其实已经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它坐落在布达佩斯的东北方向，就在安德拉什大街的尽头。这条安德拉什大街就是以我们之前在其他几个视频中提到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安德拉西伯爵命名的。英雄广场这个名字其实在这里很普遍，匈牙利很多城市都存在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就连奥地利维也纳霍夫堡宫前面的那片广场也叫做英雄广场。其实建造这个英雄广场的决定是在1895年由当时的匈牙利总理 Sándor Wegede 下令的，也是为了庆祝匈牙利在1896年建国1000年，连同渔夫堡一起新建的一种纪念性的建筑。但是和渔夫堡一样，还有国会大厦，到了1896年的时候，其实英雄广场还没有全部完工，只是建好了广场两边的石柱廊。而石柱廊上面这些雕像是在1905年到1911年间逐个安装上去的。可能有人会说，怎么要这么长时间？但如果你近距离看看每一座雕像的雕工，还有每一尊雕像的细节，在那个年代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了。石柱廊上面总共有14尊雕像，但是在这120多年的历史中，因为政局变更和政治的需要，现在的14尊雕像中有几尊其实是更换过的。最开始的时候，这里并不叫做英雄广场，而是叫做千年纪念碑。到了1932年，人们才把这里的名字改成了英雄广场。那么英雄广场在1896年之前是什么样子呢？这张照片是1894年拍摄于现在英雄广场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座有点像纪念碑一样的观景台。这里其实在1868年由当时的匈牙利矿业工程师 Zsigmond Vidmos 在这里开始钻井作业。到了1877年6月，在离地面将近1000米的地底下钻出了一口水温在74度的可饮用水源。到了1884年，由匈牙利的建筑师 Miklos Ibo 在这里建造了这个叫做 Golue de Well， 中文叫做格罗利特井的建筑。而在英雄广场后面这个非常出名的塞切尼温泉的水源就是来自于这个泉眼。但是这个像花坛一样的建筑在1895年因为英雄广场的建设而被移走。现在你仍然可以在布达佩斯12区的塞切尼 Hegy 找到这座建筑，有兴趣的小伙伴有时间也可以去看看。英雄广场顾名思义，这里给大家展示的都是历史上对匈牙利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广场中央的这个高达85米的纪念柱的最顶端，是负责为神灵传递信息的天使长加百利。加百利右手拿着匈牙利第一任国王圣伊斯特万的皇冠，左手拿着一个使徒十字架。这座雕像代表了教皇授予伊斯特万的象征，
以表彰他为匈牙利皈依基督教所做的努力。而柱子底部的7个骑马的雕像代表着带领匈牙利人进入戈尔巴阡盆地的7个马扎尔部落首领。最前面的是阿尔帕德，他也是被认为匈牙利民族的创始人。而关于这7个部落首领并没有很详细的历史记录，但是匈牙利人觉得他们的穿着打扮却是非常真实的还原了他们祖先的模样。在这里也牵扯到一个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很多人会问匈牙利人到底是不是匈奴人的后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学术界迄今为止还并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匈牙利人却非常确信他们自己就是匈奴人的后代。而在广场正中心的这座纪念碑，其实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统治期间被换成了当时苏联领导人的雕像，但是呢，在1956年的匈牙利10月事件中被拆除。在这7个部落首领雕像前面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英雄纪念石的纪念碑，但其实这个纪念碑并不是一个墓地。虽然有些旅游指南会称这个为一座坟墓，甚至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是无名烈士纪念碑，但这里面其实并没有埋葬任何的人类遗骸。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英雄纪念石其实是在1929年才建成，它的目的是为了向匈牙利过去1000年的历史中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人们致敬。其实在这块纪念石的下面覆盖的正是在1877年由 Zsigmondy Vidmos 所找到的那个泉眼。而在这个纪念石的后方，大家可以看到有5块铁板所覆盖的地方，这里正是当时那座被移走的泉眼观景台原来所在的位置。接着我们来到后面的石柱廊，这里有14尊雕像，从左到右按时间顺序排列了匈牙利历史上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或者产生非常深远影响的人物，有国王、总理和将领。例如我之前几个视频介绍过的匈牙利开国国王圣伊斯特万，蒙古人入侵终结后重建匈牙利的国王贝拉4世，非常受匈牙利人爱戴的马加什国王，分别2次带领匈牙利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拉科齐和科苏特。其他还有一些在匈牙利历史上平定过暴乱、扩大疆土、阻挡过入侵等等的君王和将领。石柱廊的顶部有4尊雕像，中间2尊雕像，左边那尊代表战争，右边那尊代表和平。它们在一起代表着现在的和平是用当年的战争换来的。而在左边石柱廊最边上的那尊雕像代表着劳动与财富，意思是想获得财富就必须要付出劳动。而右边石柱廊边上的那尊雕像代表着知识与荣耀，意思是只要拥有知识才能给自己带来荣耀。当我们正面面对英雄广场的时候，在英雄广场两边有2座古罗马式建筑，左手边这个是1906年落成的布达佩斯美术馆，这里也是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里面珍藏有13到20世纪世界著名画家的作品，例如有达芬奇、拉斐尔等等的艺术家的作品，还有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和欧洲的历史文物和雕塑珍品。而在英雄广场右边的建筑是布达佩斯艺术厅，或者也可以称作为艺术馆，这里会不定期的展览一些当代艺术品，主要也是为一些艺术家们提供一个展示他们作品的场所。围绕着英雄广场的这片森林，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一片沼泽，后来在18世纪的时候，由当时的奥地利皇后玛利亚特蕾莎在这里铺上树木和植被，变成了当时的皇家狩猎场，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后来这里面对公众开放，也是全世界第一个面对百姓开放的，但原来只属于皇家所拥有的公共花园。在英雄广场附近其实还有一些值得参观的景点，
首先呢，就是从英雄广场下面通过的布达佩斯地铁1号线，当地称为黄铁，因为它是用黄色标记的。它是欧洲大陆上第一条开通的地铁线，也是世界上第2古老的地铁线。第一条地铁线是英国伦敦的大都会线，但也有人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F2 线才是世界第2古老的地铁线。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 F2 线不能称之为地铁，只能称其为之缆索铁路，或者通俗点叫做地下缆车，英文叫 funicular 而不是 subway 或者 underground。 布达佩斯黄铁开通的时间正是1896年匈牙利建国1000周年的时候，而在2002年，这条地铁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世界唯一一条被列入世遗的地铁线。单程票价350福林，或者如果你持有布达佩斯卡的话，可以免费乘坐。在英雄广场的北边有一个非常不起眼，但会让人有些弄不明白的景点，就在这个停车场位置的旁边有一座红白色的桥。这个桥下面没有河流，而且这座桥也没有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桥一样连接着原本2个并不相通的地方，所以会有人觉得这座桥会不会是设计师的失误，导致这座桥建好之后无法投入正常使用，最后被遗弃在这里。所以这个问题的谜底就要跟旁边的地铁1号线联系上了。而这座桥的下面原本是布达佩斯地铁1号线经过的地方。1号线虽说是地铁，但其实埋得非常的浅，而原本的地铁线到了英雄广场之后就开始从地下走到地面上来，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一样。所以车辆通过英雄广场下面之后便上到了地面上行驶，所以这座桥当时是为了人们能够安全通过轨道的过街天桥。后来因为地铁的改造，原来的线路也被重新改道，但是为了纪念，这座桥也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我们才会明白所谓毫无意义背后的故事。在英雄广场的旁边还有一座塞切尼温泉，它因为靠近英雄广场，所以是布达佩斯所有温泉当中名声最大的。塞切尼温泉在1880年开始规划，在1913年6月16日开始营业，总面积达到了6220平方米，也是欧洲最大的医疗温泉。它包括了3个室外游泳池和15个室内游泳池，而它的水源正是来自英雄广场地底下的那个将近1000米深的泉眼。每年的夏季在这里都会举行塞切尼温泉音乐派对，如果喜欢参加派对的朋友可以参考官网信息，我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英雄广场后面还有一座城堡，这座城堡叫做 Vojto Hunjavado， 它现在是匈牙利农业博物馆的所在地。农业博物馆主要向游客展示了包括在本国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奖杯、奖状、收藏品，还有匈牙利的农业、林业、渔业与当地葡萄酒的发展、马匹驯化、养殖等一切与农业有关的事物。这座城堡连同英雄广场一样，也是为了纪念匈牙利建国1000年，于1896年开始兴建。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建筑都是建筑在木头桩上面，后来在1906年重新用石块加固。它的外形是模仿罗马尼亚非常出名的吸血鬼城堡。当时建立这座城堡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可以通过一个建筑来体现多种建筑风格。所以这个城堡我们可以看出，它是融合了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哥特式等建筑风格于一体。在城堡的里面还有一座小教堂，叫做 Jaki Kopono。 这座小教堂的设计是模仿了另外一个建立在匈牙利与奥地利边境小镇雅克小镇里的同名教堂，但尺寸上要小很多，主要模仿的就是教堂入口处的立面。立面上的人物最顶端的是耶稣基督，两边排开的是耶稣的12门徒，下面单独2个雕像，
左边的是圣母玛利亚抱着小耶稣，右边是圣孙与狮子搏斗的雕像。这座小教堂原来是打算在整个城堡里用作于图书馆使用，后来在1915年作为礼拜堂面对公众开放。现在这座教堂除了作为礼拜使用，还可以用于拍摄婚纱照。另外在这个城堡里面还有3尊雕像，在雅各教堂门口的这尊雕像，它的名字叫做 Dolani Ignach， 他曾于1895年和1906年2次担任匈牙利的农业部长。在他对面的那尊雕像是 Kaloni Sándor， 他是匈牙利科学院的成员，同时也是1879年匈牙利农业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使匈牙利的农业更加的现代化，而且在1886年创立了信用合作社，帮助那些因为经济薄弱而产生资金困难的人。继续往前走，在一个草丛中还有一个你基本看不清面部的雕像，这尊雕像叫做匿名者雕像，因为这尊雕像的身份在匈牙利学术界一直都有争论，无法确定，只知道他是一个匈牙利国王的公证人和编年史家，主要负责记录和编写当时发生在匈牙利的一切事情。大家可以看到他手中的那支笔已经被磨得发亮了，因为据说摸那支笔可以给自己的学习和事业带来好运。在布达佩斯游玩，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景点都出现过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布达佩斯也成为许多好莱坞电影导演非常青睐的取景地。例如在英雄广场这几个景点中就出现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里，例如布鲁斯威利斯虎胆龙威系列电影第5部里，这个镜头又是在英雄广场和布达佩斯艺术馆取景的。Moscow followed a day of demonstrations in Russia. The unrest comes as authorities have been accused of fraud throughout the country's election. Some pictures out of Russia right now. Protests happening there. This is a look at the demonstration. 还有前不久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双子杀手》，大部分都是在布达佩斯取景，除了渔夫堡，还有就是塞切尼温泉。和农业博物馆所在的 Voidu-Honja 城堡。还有就是流行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他有一段超级碗造型的雕像 MV 叫 History Teaser， 就是在布达佩斯最出名的几个景点取景的，其中包括链子桥、还有布达皇宫。还有就是英雄广场，在后期加上电脑特效制作而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视频原片，我把原视频的链接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英雄广场所在的位置因为距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所以大家一般在布达佩斯市中心游玩之后都需要搭乘公共交通前往。我个人最推荐的就是乘坐布达佩斯的地铁，而且顺带你也可以体验一下世界第2古老的地铁。当然周围还是有很多公交线路可以供选择，但因为有时候修路或者上下班期间会塞车，所以有可能的话尽量选择乘坐地铁。当然如果你不确定的话，最好还是先登录 food.bkk.hu 事先查询一下实时公交信息。在英雄广场附近停车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英雄广场附近基本上都是打表停车位，每隔3小时你就必须重新购买停车费。但是如果你只是参观英雄广场和旁边的城堡，那基本上在1个小时左右便可以完成。但如果你是要去塞切尼温泉，最好可以停在离温泉1公里左右的一个露天停车场。停车场地址我会标注在下方的说明栏里，那里不设最长停车时间，费用大概是在150福林1个小时。
在英雄广场附近的公共卫生间主要有2个，一个在英雄广场旁边的这座于2017年建成的旅游信息资讯中心，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资讯中心对面的一个地下洗手间。2个洗手间都是收费250布林或者1欧元。在英雄广场沿着前面的 Dorshard Route 一直走大概1公里左右，有一家网红餐厅叫做 Publica Vendetta。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匈牙利的传统美食，而且价格也比较适中，分量也非常的足。但是这里在旅游旺季需要预订，最好可以提前1到2天。而英雄广场附近也有几家评分比较高的餐厅，例如离英雄广场350米的 Bob Gurachgujas Delas 餐厅也比较受到当地人的欢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有任何的意见、想法或者建议，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如果你觉得这些视频可以帮助你在旅游的时候可以更轻松，也请考虑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在后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其他景点的旅游攻略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